在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和无尽魅力的省份，它被誉为山的海洋，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走廊。而这个省份便被命名为多彩贵州。作为中国的山地公园省，贵州的世界自然遗产数量位居全中国第一，125.8万座山头里。这里的传统村落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也属全国之首，塑造出了文化千岛。在这里，两汉可以遇见夜郎，银饰与大哥多彩交织，山川之间有千人千面的地细菌罗，还蕴藏着革命年代的璀璨星火。那么，贵州究竟以何为贵？所以本期视频就请跟随我们一同探寻这个被称为巴山一水一分田的魅力画卷——贵州。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部的高原地区，省会贵阳。乌蒙山和大娄山如两条巨龙，撑起贵州海拔最高的第一级台阶。对贵州的初印象，许多人都停留在驰名中外的贵州茅台和遵义会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贵州 GDP 坦然筑底，边远贫穷构成了大部分人对贵州的刻板印象。但事实上，贵州已连续多年 GDP 增速达全国前列，且荣登孤独星球2020年世界最佳旅行目的地榜单。在贵州大地的深处，隐藏着一处神奇绝美的天然奇观，那就是黄果树瀑布。这片瀑布被誉为中国和亚洲第一大瀑布，也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瀑布之一。黄果树瀑布以其水势浩大而著称，瀑布高度达77.8米，宽度更是达到了101米，气势磅礴，令人惊叹。在这片瀑布的脚下，水雾飞溅，水声如雷，仿佛是一幅自然雕刻的杰作，让人心生敬畏。站在观景台上，仿佛置身于云端之上，尽情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受到瀑布的雄伟壮丽。更为神奇的是，黄果树瀑布的水帘洞、陡坡塘等景区曾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取景地。那些熟悉的场景在此刻与你眼前的瀑布融为一体，仿佛让你穿越时光，重温那段经典的回忆。梵净山，这座古老而神秘的山峰，屹立于贵州大地之上，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历史的沧桑。作为中国南方最早从海洋抬升为陆地的地方之一，它已有约14亿年的历史，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一件艺术品，诉说着无尽的传奇。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不仅是一座避暑胜地，更是一座佛教名山。在佛教史上，它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第5大佛教名山。这里山峦叠嶂，云雾缭绕，仿佛是一片人间仙境，让人心生敬畏与向往。站在梵净山的巅峰，俯瞰群山连绵，云海翻腾，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这里的美景与佛教文化相得益彰，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探访。无论是寻求心灵的宁静，还是领略大自然的壮美，梵净山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当你踏入贵州大地深处，你将会遇见一处奇幻而壮美的天然景观，那就是万峰林。这是一篇由近2万座奇峰翠峦组成的壮丽画卷，是中国西南3大喀斯特地貌之一，以其独特的地貌景观吸引着无数游客的目光。在这片峰峦叠嶂的土地上，每一座山峰都仿佛是大自然的杰作，奇特而密集，让人叹为观止。徐霞客曾赞叹：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而每当油菜花盛放的时节，万峰林更是美得如诗如画。金黄的油菜花海与翠绿的峰林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此时，若你乘着观光小火车缓缓前行，穿梭在油菜花海中，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紧接着，我们来到一处名为小七孔的仙境，它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的群峰之中，因响水河上横跨着一座青石砌成的七孔拱桥而得名于世。这里融山、水、林、洞、湖泊和瀑布为一体，每一处风景都如同精心雕琢的画卷，让人流连忘返。山峦叠翠，绿树成荫，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仿佛在诉说着大自然的秘密。而那瀑布从山间倾泻而下，水雾弥漫，声势浩大，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无穷力量。千户苗寨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贵州的大地上，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10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在这里紧密相连，四面环山，重峦叠嶂，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一幅壮丽画卷。白水河穿寨而过，将西江苗寨一分为2，河水清澈见底，波光粼粼。在半山上，独具特色的木结构吊脚楼错落有致，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层峦叠嶂，宛如一座座精致的艺术品。千余户吊脚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散发出浓郁的苗族风情。沿着蜿蜒的小径，
漫步在寨子中，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世界。在云贵高原的怀抱中，藏匿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那就是镇远古城。自汉朝设县开始，已有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承载着岁月的沧桑，闪耀着岁月的光辉。镇远古城以母亲河五羊河为伴，河水蜿蜒而过，形成一幅如八卦图般的景致，故有了八卦古镇的美誉。这条河流以 S 形穿城而过，为古城增添了几分神秘和韵味，让人仿佛置身于画卷之中。而古城东侧的祝圣桥，则是镇远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老大桥。这座古老的石拱桥见证了古城的兴衰，承载了人们对家乡的情感，成为了古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镇远古城的西南方向，则是青岩古镇。这座古镇始建于明代，历经风雨洗礼，却依旧熠熠生辉。它完好地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与镇远、秉安、龙里并称为贵州4大古镇，彰显了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位。古镇依山就势，仿佛是大自然与古人共同谱写的诗篇。镇内建筑精湛的石雕、木雕工艺更是一大看点，每一刀、每一凿都凝聚了匠人的心血与智慧，让人叹为观止。漫步其中，仿佛能听到古人的低语，感受到岁月的沉淀。这里也是摄影的绝佳地点，每一帧画面都能成为永恒的经典。位于黔东南州黎平县的肇兴侗寨，则是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之一。这片土地孕育了6000多位居民，素有侗乡第一寨的美誉，如同一座华美的艺术宫殿，向世人展示着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肇兴侗寨四面环山，寨子建于山中盆地，2条小溪汇成一条小河，穿寨而过。寨中房屋全部为干栏式吊脚楼，沿河而建，错落有致，全部用沙木建造，硬山顶覆小青瓦，古朴实用。这些吊脚楼不仅是侗族人民的居所，更是他们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肇兴侗寨的居民全部为陆姓侗族，他们以鼓楼为中心，分为不同的自然片区，当地称之为团。这些鼓楼不仅是侗寨的标志，更是侗族人民的精神寄托。人们在此集会、社交、休闲，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构成了一幅幅生动而温馨的画面。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坐落于云贵高原的中心地带，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里因地处贵山之南，得名贵阳。青山、流水和城市相遇，造就了一座山岭逶迤、河流纵横、茂林修竹的爽爽贵阳。你或许听过黔驴技穷、夜郎自大，也听过天无3日晴，地无3尺平，人无3两银，这些都可以溯源到贵州，到贵阳。如今拨开这些偏见与误解的迷雾，一座快速生长的西南城市渐渐走到人们眼前。外地人对这座城市的无数误解，在贵阳人心中却演化成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那是关于扎根于这片温润土地中的梦。而如今的贵阳，早已因其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成为了全国重要的生态休闲度假旅游城市，也成为了中国的避暑之都。曾经以为毫无人性的顶配就是中东了，然而随着在网络上爆火的这栋豪宅，又再次刷新人们对奢靡的认知。这栋真名为花果园艺术中心的建筑，位于贵阳市的花果园社区，从远处看就是一座依山而建的白色宫殿，所以它又被大家称为贵阳版的白宫。但让整个宫殿蒙上神秘色彩的，则是它背后的故事。花果园艺术中心至今仍未对外开放，功能保密。有人说这是私人住宅，也有网友猜测这里根本没有人了，更有人声称这座宫殿的表面造价就达到了27亿元，其真正的价值早已超过了100亿。虽然每个人的回答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只要在贵阳生活过的人，他们的手机里都会统一的有一张白宫的照片。这座宫殿也成为了贵阳的网红打卡点，成为了来贵州旅游的必经之地。旅程的最后，我们来到贵阳的一座举世瞩目的标志性建筑甲秀楼。自古以来，凡是踏足贵阳的游人，无不向往登临此楼，领略其独特风采。甲秀楼历经风雨沧桑，见证了贵阳的兴衰变迁。3层的小楼巍峨耸立，屹立在鳌基石上，仿佛一位守望者，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楼前，南明河缓缓流淌，波光粼粼，与甲秀楼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而甲秀楼的夜景更是美得令人心醉。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甲秀楼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宛如一座璀璨的宫殿。从远处望去，灯火辉煌，与周围的景色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壮观的夜景图。当然，贵州的美并不止我们所介绍的这些，还有世界第一高的吊桥北盘江大桥、5A 级红色秘境赤水丹霞，被誉为天然草原博物馆的乌蒙大草原等等等等。它把最美的画卷铺展在地面，又将最动人的故事深藏在山间。翠绿青山环绕着古老而热情的心，潺潺流水诉说着五彩斑斓的梦。
它以雄奇秀丽的姿态矗立于高原，以多彩贵州的美称展现着西南的魅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请记得点赞、评论、收藏、转发。这里是世界，让我们下期再见。